彻底扎心了。短短3天时间，八大巨头拒绝湖人，从底薪到顶薪再到教练，谁也不想去，怎么混到现在这一步了呢？隔壁的勇士为什么在失去克莱之后还能保持竞争力呢？球场之外，胖杰还在。大家好，我是梦想有朝一日能够灌篮的胖杰。NBA 交易市场开启第4日，联盟一夜之间又有6笔签约达成，其中洛杉矶湖人就独占3笔，引援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湖人15人阵容已经敲定，诞生了3个不争事实。点个订阅，跟着胖杰一起来看看湖人管理层让人头昏的操作。NBA 记者外报道，达米安里和太阳队签下了一份1年合同，下赛季继续留队。因为半月板撕裂，达米安里在23到24赛季没有出战。不过他非常幸运，太阳队还是给了他继续留在 NBA 的机会。36岁老将英格尔斯以1年330万美元的合同加盟森林狼，和戈贝尔、康利等老队友重聚，上赛季场均4.4分3助攻，也到了退役的阶段了。托马斯布莱恩特以1年底薪回归热火，曾拒绝280万美元的球员选项，但没想到行情这么差，场均5.7分3.7篮板，还是只能签底薪。湖人队也有3笔最新的签约达成。第一，湖人领袖詹姆斯和球队达成2年1.04亿美元的顶薪合同，还拥有交易否决权，而老詹职业生涯总薪水达到5.8亿美元，成为历史上首位超过5亿的球星。第二，湖人和詹姆斯大儿子布朗尼签下4年590万美元的新秀合同，前2年全额保障，第3年部分保障，第4年球队选项。第三，湖人官宣签下新秀科内克特，后者是2024年首轮17号新秀，在湖人队开启职业生涯。这样的话，湖人队15人阵容就正式敲定了。无缘克莱汤普森、德罗赞等大牌球员，主力球员包括詹姆斯、浓眉、里弗斯、巴村磊、拉塞尔等，而其他9位角色球员分别是雷迪什、范德彪、伍德、海斯、文森特、西菲诺、克里斯蒂、刘易斯、布朗尼、科内克特。除非未来还有大交易，不然湖人将以这15人阵容开启下赛季，也诞生了3个不争事实。毫无疑问，湖人队的竞争力又削弱了。虽然阵容相比23比24赛季变化不大，但问题是詹姆斯年龄又大了1岁，他马上都40岁了，还是球队绝对核心。而且在2年1.04亿续约后，不得不承认，湖人已经放弃争冠。湖人上赛季还打进季后赛，首轮不敌掘金出局，不过整体表现还算可以。而下赛季很可能还要打附加赛，新任主帅雷迪克的菜鸟赛季也值得关注，希望不要闹笑话吧。湖人队现在的舰队里面让人失望。詹姆斯固然很伟大，但当一名40岁球员还是球队领袖的时候，这支球队的成绩如何，仿佛已经被预见，更别说争夺总冠军了。签约雷迪克，选中布朗尼，续约詹姆斯。湖人队的想法其实很简单，这2年就是让詹姆斯父子在球队尽情打，即便成绩不佳，但老詹和布朗尼热度足够高，湖人队能够保证上座率和其他商业收入。但和雄心壮志的凯尔特人相比，湖人管理层给人一种很不争气的感觉。塔图姆和布朗带队夺得队史第18冠，未来5年都是冠军大热，而湖人的目标却是让詹姆斯叔叔夫妇退役，无时无刻不在取悦联盟第1人。其实詹姆斯和布朗尼的合同也有玄机，老詹2年续约后，他可以打到42岁考虑退役，而布朗尼的前2年合同保障，也就是说，只要詹姆斯还在打球，布朗尼就不会失业。不要谈实力问题了，完全是靠他的父亲。而到了后2年，布朗尼的合同无保障，湖人可以随时放弃他，只要詹姆斯离开 NBA， 布朗尼就很可能被湖人放弃。一旦未来2个赛季表现不佳，布朗尼甚至可能被 NBA 淘汰。所以詹姆斯和布朗尼父子2人同时退役的说法，并不是球迷的调侃，而是可能成为事实。湖人队为詹姆斯的未来考虑十分周全，用4轮55号签选中布朗尼，还给了他4年合同，并且给老詹的年薪超过5000万，还会举办退役巡演。不过湖人队做的一切都是围绕詹姆斯，而31岁的戴维斯看起来彻底成为詹皇父子的配角。其实从攻防两端的实力来看，湖人队早几年就应该彻底以浓眉为舰队核心，后者的巅峰期也马上就要过去了。如果在其他球队，浓眉其实能兑现更大的价值。洛杉矶湖人一直是公认的 NBA 历史第1豪门，就算是凯尔特人总冠军已经反超了湖人，但是相信很多人还是认可湖人在 NBA 联盟当中的一个地位。结果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历史第1豪门现在居然已经混到了谁都不想去的地步。3天时间被8大巨头拒绝，从底薪到顶薪，真是谁都不去。我们都知道之前詹姆斯说了，他说我愿意为某些球员降薪，点了3个名字：哈登、克莱、瓦兰丘纳斯。哈登二话不说，就在詹姆斯说出来当天，反手2年7000万续约快船，摆明了不可能去湖人辅佐詹姆斯的态度。哈登完事之后，瓦兰丘纳斯3年3000万立刻加盟巫师。最后是克莱汤普森，湖人的诚意已经给足了，4年8000万，独行侠才3年5000万，少3000万的合同。汤神转身就去了达拉斯独行侠，
3个人全部拒绝，这都是其中的顶薪球员，像哈登、汤普森、上份合同都是拿超级顶薪的，二话不说就不去了。你说顶薪不去就算了，底薪去不去？底薪也不来辅佐詹皇。托林普林斯二话不说也是选择了离开湖人队，直接加盟了雄鹿，认为雄鹿对缺射手。问题是他就拿了一份底薪，你说你一份底薪你在哪拿不行呢？就不在你湖人队拿了。除此以外，还有球员也走了，埃里克·戈登，之前湖人也追求过这位老将，觉得他非常能打。戈登二话不说直接去了费城76人，老戈登也不去了，大家都觉得戈登还是非常厉害的，确实很不错，但是他也并没有过来投奔詹皇，最后班巴也是一位底薪球员，选择去了快船队。而除此以外，甚至连教练都在拒绝湖人，前开拓者主教练斯托茨，前猛龙主帅凯西全部拒绝了给湖人当助教，而最终是麦克米兰和布鲁克斯加入了湖人的教练组，他俩给雷迪克打下手，属实是屈才了。胖杰觉得可能打一半就会取代雷迪克成为主教练了。短短3天时间，8大巨头是全部都拒绝来到湖人队了。曾经的湖人不是这样的，他们的吸引力是联盟最强的。当初科比跟管理层一句话，立刻换来保罗加索尔，可是没想到现在的湖人居然陨落到了这一步，从教练到球员谁都不愿意来趟这趟浑水了。吐槽了湖人的管理层一言不立，我们聊聊另一支备受关注的球队金州勇士。先用一句话来总结勇士今夏的思路：认清现实，省钱过日子。一个数据，最近的4个赛季，也就是从2020到21赛季开始计算，勇士和快船一共交了9.51亿美元的奢侈税罚款，其中快船3.71亿，勇士5.79亿。烧钱不一定能拿冠军，但想拿冠军，在现在的 NBA 联盟你就得烧钱。勇士用5.79亿烧来了一冠，鲍尔默狂扔3.71亿也没听个声响，船就沉了。到了今年夏天，拉克不想明白了一件事。从季后赛的形势来看，联盟年轻人成长太快了，勇士夺冠的大门不仅关上了，而且被牢牢钉死了。他妈的交最多的税，甚至都进不了季后赛，这谁受得了？他并不是吝啬的老板，当有冠军希望的时候，他可以当各位爱冲锋的勇士。现在都黄了，再烧钱就没必要了，毕竟都不是大风刮来的。有能力去追求冠军的时候，多花钱没什么。现在到了他是过日子的时候了。基于省钱的原则，勇士的操作都是很务实的，裁掉保罗，送走克莱，这就是信号。然后球队有2大引援，希尔德的交易是包括勇士、独行侠、黄蜂、森林、蓝和数字人在内的5支球队的大型交易的一部分。勇士队将在从其16人的签换中获得希尔德，作为交易的一部分，勇士将从克莱交易中得到的独行侠31次轮交给费城。克莱去独行侠是通过先签后换，并且还涉及了约什。格林去黄蜂，离凯尔来勇士也是通过先签后换，一套流程下来，勇士其实等于用克莱换来了里凯尔和希尔德。这2人来都挺好的，也很适合勇士。先说里凯尔，森林狼留不住他是必然的，毕竟球队未来要面临巨大薪资压力。然后3年2700万加盟勇士，900万的年均薪，符合他现在的定位。对于里凯尔这样的运动员，不用担心他在勇士队的适应问题，他的球商可以支撑他在科尔的体系里生存，他可以和球队打到一块去。从功能来说，可以把他视为追梦的替补版本。如果格林还有犯病时刻，球队在前场人手上多了一个选择。里凯尔的作用同样是做一些组织串联、调度、防守的工作，当一组织前锋用。至于缺点，那也很明显，不能逃，空间黑洞。所以邓利为总经理整来了能投的巴迪、希尔德，湖人多年的绯闻女友。希尔德的合同共为2100万，前2年的薪水为1800万全额保障，第3年为300万部分保障，第4年为非保障，但是包含球员选项。勇士目前将以14人接近硬冒1.781亿，球队看中的无疑就是他拉开空间的能力。过去5年，希尔德一共投进1322记3分，排在联盟第1，排在第2的是库里1264记。希尔德的价值就是能帮库里吸引一定的防守压力，堪称克莱的平替，没必要去纠结他的防守能力。这个薪水还要什么自行车？再说了，克莱上赛季的防守就好了吗？在完成了交易以后，勇士下赛季的12人阵容将是库里加格林加威金斯加库明加波杰姆斯基加穆迪加小佩顿加希尔德加 TJD 加鲁尼加梅尔顿加里凯尔。不管是调整还是补救，管理层的工作做得可以了，省钱的目的达到了，也有了当打之年的人员补充。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勇士还有向上交易，继续升级阵容的可能性。比如这样的方案，勇士得到马尔卡宁、凯斯勒，爵士得到库明加、穆迪、小佩顿，2025和2028的首轮签，2027和2029的首轮互换权，把爵士远不愿意放一边。现在的勇士队冲不冲都是可以理解的，有马尔卡宁就能争冠了，也未必，他是过日子。黑库里退役也是球队的重要选项，毕竟10年4冠，胖杰觉得已经很牛逼了，你成功了，
怎样干都有理由。本期视频就先讲这么多。如果你喜欢胖杰的视频，记得按赞订阅。我们下期视频再见。